哎，宋忠，你做出头鸟是吧？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打死2位，或者被2位打死。闻听此言，包租婆当即使出一记冲天腿，踢碎桌子，直逼火云邪神面部。没想到这势大力沉的一击，竟被邪神轻轻松松单手拦下。包租公见状，赶紧飞身而起，用43码的鳄鱼皮鞋猛蹬邪神正脸。此时空中的扑克还没落下，说明3人的动作都在电光火石之间。有点力，我还行。眼见邪神这么狂妄，夫妻立刻旋转前摇蓄力，再次朝邪神脸上打出攻击。可脸颊肌肉都被打抽搐了，依旧被邪神嘲讽2人力度不够，如同刮痧一样不痛不痒。不信邪的夫妻纷纷借助支撑，像离弦的箭一样并排着，同时挥出沙包大的拳头。结果邪神只是略微2拳，就瞬间将2夫妻干趴在地，并且不给其反应机会，紧跟其后再度将2夫妻踹飞。包租公赶紧使出杀手锏太极身法，这让邪神感觉有了点意思，于是立马以双拳迎了上去。2人的速度快如闪电，转眼便是数百招，但终究包租公还是略逊一筹，不敌邪神，被一拳震飞了13.8米远。身后包租婆赶紧趁这个间隙吼出了10成功力的狮吼功，可也只是让邪神后退了2步，便被人字拖踹的撞到墙上倒地不起。而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身旁的青铜钟，当即灵机一动，快速拍掉最上面的连接处，让钟体上下通透一气，形成了一个扩音喇叭。如此一来，狮吼功的威力被扩大了数倍。邪神被大喇叭震得衣衫褴褛，风披头，他口吐鲜血的跪在地上，表示自己输得心服口服。而眼见2夫妻相信放松了警惕，这个老六居然不讲武德，用独门暗器金莲花发起偷袭。幸好2夫妻反应迅捷，躲过金针后立马展开贴身肉搏，一时间3人所技尽出，都把对方死死的锁住，无法动弹。琛哥见状，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，拿起一根桌子腿准备猛 K 2夫妇，可关键时刻他却又怂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让阿星上去替自己动手。打头，当然了，照头打下去。好，里外来呀，打他呀！阿星本就在善与恶的边缘徘徊，他不想成为十足的坏人，也不想再做底层卑微的烂好人。琛哥在背后又喋喋不休的催促，说得他脑袋都快炸了，于是转身给了琛哥一记闷棍，还美曰其名，让其马上闭嘴。接着快步来到邪神面前，二话不说当头砸下桌子腿。不料这一下彻底激怒了邪神，使出全力震飞包租公2夫妻后，亮出他沙包大的拳头，一下就把阿星前胸打得凹陷了进去。在阿星狂喷鲜血之际，邪神又来个原地朝天一字马，结结实实将阿星给踹到了地上。可这还不算完，只见邪神大吼一声，将内力汇聚于拳头之上，一拳将阿星头给打进了地里。不料饶是如此，阿星依旧拿起一根小木棍，在邪神额头又来了一下，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这自然又招来邪神哐哐几记重拳。而就在邪神回头的功夫，包租公夫妇趁机救走阿星，并利用土遁快速逃离了此地。醒悟过来的琛哥分不清大小王，居然对着邪神发起了命令，结果下一秒就被邪神随意的一巴掌扇得向上人头狂转了300来圈，这种死法算得上是古今第一人了。另外一边，阿星被打得五官全挤在了一起，但却还剩一口气吊着续命。2夫妇赶紧拿出特制疗伤圣药大黄丹，涂抹在布条上，将阿星包裹得像个粽子。谁知片刻之后，阿星就像蝴蝶一样，经历种种考验后破茧重生。想不到火云邪神间接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，将他的潜能逼了出来。全身骨折，经脉尽断，不仅没有死，还在这么短的时间自动复原。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，他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。而也就在这时，火云邪神带着大批斧头帮成员杀到。如今的阿星已今非昔比，一身粗布麻衣，头发潇洒飘逸，尽显一派武学宗师的气质。对上斧头帮的虾兵蟹将，简直就是断层式碾压，几乎每出一招就会倒下一个。但凡能让阿星出第2招的，他下半生基本上算是告别正常人了。就这样，仅仅2分钟不到，乌泱泱一大片的斧头帮成员全都被阿星干趴在地，每个人的姿势可谓是千奇百怪。这种打法惊得火云邪神都冒出了冷汗。可还不等他开口，阿星果断一拳将其锤飞，跟着再出一脚猛踹腹股，再接一记袭击顶脸。在邪神落地的瞬间，阿星又踢出势大力沉的一脚，但这点伤害对于邪神来说根本就是隔门挠痒。换上了新皮鞋的他，立即对阿星展开急速攻击。不料阿星不仅轻松接下，还能以快打快进行反击。随着2人越打越快，挥出的拳影都夹杂着破风之声。就这样，在1分钟的时间，2人互拆了数百来招。打斗中，邪神还不忘讽刺阿星一句：“但我都抓得住啊！”这一脚下去，算是点燃了火云邪神的怒火。他趴在地上开始施展蛤蟆神功，下巴立马变得又大又鼓，还能发出蛤蟆哇啦哇啦叫的声音。
紧接着他双脚猛蹬地面，就像加了涡轮增压一样，全身如炮弹一样飞了出去，并且此时他的头坚硬如铁，直接顶着阿星穿透了数间房屋。两人分开后，阿星不和他正面硬刚，在空中四处游走寻找机会。不料邪神蛤蟆功不仅能穿墙，还能遁地，只一个眨眼的功夫，邪神出现在了阿星正下方，而且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阿星给顶上了天。眼看阿星身影逐渐越来越小，这时天空中一只小鸟飞过，阿星赶紧借力一抬稳住身形，结果眼前云彩居然变成了佛像。他瞬间想到了儿时学过的如来神掌，于是原地一个氮气加速，头上脚下朝着地面飞速下坠。由于速度太快，上衣都被燃烧的支离破碎。接着不等邪神反应过来，阿星直接推出一掌，强大的压迫感裹挟着恐怖如斯的力量，地面上瞬间凹陷进去了一个大坑。关键时刻邪神大喊投降，阿星这才及时收手，没把如来神掌继续打完。可邪神这个老六又像忽悠包租公夫妇一样，再次拿出金莲发起偷袭，只是下一秒就被啪啪打了。阿星并没有痛下杀手，而是打开金莲的前端，拿出致人性命的暗器后，双手搓动金莲，让它随风而去。这是什么掌法？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！见此一幕的邪神彻底服了，所谓打打杀杀，也抵不过世界和平的美好。而金莲随风在空中飘扬，竟慢慢分解变成了一朵小花，最后飘落在了小哑巴身边。他似乎心有所感，推着冰激凌小车来到大街上。当路过一家新开的糖果店时，不料阿星竟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原来他是这里的老板。两人都默默注视着对方，心底的那种喜欢不言而喻。接着镜头一转，阿星变成了儿时模样，小哑巴也回到了5、6岁10年级。两人相视一笑，最后一起手牵手跑进了糖果店。影片最后老乞丐出现，小弟，看你的骨骼惊奇，是万中无一的练武奇才，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。我这里有本秘籍，我看与你有缘，就10块钱卖给你了。等等，这本不适合，还有。很多人都说整部功夫其实就是小男孩的一个功夫梦。电影结尾他和小哑巴都没长大，卖书的乞丐也没变老，而背后的场景没变，但是场景里的人却全变了。四眼仔和包牙珍正在一起散步，包租公和包租婆也在路上逛街，显然是一对恩爱老夫老妻。不过每个人看完功夫后的理解都不一样，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么你觉得呢？